我首先要邀请到的是 Imagination Technologies 许丁坚技术总监上台来为我们进行分享。我们掌声带给许丁坚总监，我们掌声有请。王会长、林副会长，还有各位与会的嘉宾，大家好。我今天很荣幸能够代表 Imagination Technologies 来跟各位分享我们公司的产品状况，还有我们最新推出的 RTX M2200的 RISC-V 的 CPU。首先，我先跟各位简介一下Imagination 它的整个产品 IP 产品线的组合哈。你从左边来看的话，这是我们的 GPU 的产品线。我们的 GPU 其实在业界的声誉蛮不错的。自从第一代的3D graphic 的手机 Android 手机，还有那个苹果手机问世，就已经采用了 Imagination 的 GPU OK， 所以持续呢 Imagination 的 GPU 在应用在智慧型手机上面之外，还会扩展到了DTV、Set-top Box， 还有 OTT， 甚至到了Data Centric 的领域。那在 GPU 的产品线呢，我们有分3个系列哈。左边这个就是X1、XM 的 GPU， 它是属于性价比高的 GPU， 现在主要会用在就是主流的手机。那中间这个XT 的 GPU 呢，它主要是强调的是功能性能所以呢，它会用在旗舰型的手机，还有 Data Centric 方面的应用。那右边这个 XS 的 GPU 呢 ，S 就是代表 Security、Safety， 所以呢，它会主要是针对车用的市场，尤其是智慧车的市场来使用。再接下来是 AI 的领域就是说人工智慧现在是蓬勃发展所以呢，我们公司针对这个神经网络的做了一系列的硬体加速器最主要就是说在增强这个machine learning 方面的计算的能力。再来最右边这个 connectivity 就是装置方面的整个联通那这个方面呢，我们开发了叫做 EPP Ethernet Protocol Processor 它最主要是以太网络这个数据封包的处理器。它呢强大的功能从最低可以整个 bandwidth 从3个 gigabit per second 可以到200以上 gigabit per second 的所有的那个 total 的这个 bandwidth它强调的是它有 QoS 的功能，所以利用硬体的辅助呢，不管是在 switching routing 或是 NAT 方面呢，都能够达到这个整个网络不管网络地址、网络风暴的转换另外一个它有是很低的这个 latency 所以在因为它有可以承接Ethernet 的 port Gigabit 的 port 10个 Gigabit port 或是到25 Gigabit 的 port。那因为要强调 low latency， 所以在例如比如说25 Gigabit 的 port 呢，它的 latency 只有到 0.2 的 microsecond， 是很短很短的，所以才能让这个整个封包的传输方面非常的及时那个迟疑的时间非常短。那在这里为什么会提到说我们公司这个产品最下面还有一个 functional safety， 就是说在不管 GPU、我们的 NNA、我们的 EPP都有一个产品，特别是针对这个functional safety 呢做了加强，也就是说它对于车用方面的应用呢提供了一个很适当的一个solution。好，那在接下来呢Imagination 它是持续的在产品在技术上持续的发展创新，所以呢在今年我们增加了一个产品线是 RISC-V 的 CPU。好，那现在呢已经就是 ready， 所以客户呢可以来使用。它最主要有2个系列一个是real time 的应用，那另外一个是强调 high performance。好，那这个我们有一个产品会专门的把这个
functional safety 加上去。好，那为什么会提这个呢？因为其实在车用的市场，尤其是智慧车 ADAS 或是 AV 啊，就是先进驾驶辅助系统，还有是自驾车，他们现在呢，在之前的这整个车子电子设备的配置方面呢，就是分散式的，啊，各司其职。但是慢慢的呢，就像 Sci-Fi 他刚才也有讲，是说慢慢的接下来的整个车子的电子系统的配置呢，会 centralize 啊，用 zone 的方式去区隔。那 centralize 结果就是中间会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 SOC 或是一个 SOC 的 platform 来进行整个车子，不管是运算啊，或是说display 方面的配置。那这个时候呢，所谓的 heterogeneous computing 就非常重要，所谓的异质计算。异质计算就是说把不同功能的处理器结合在一起，虽然他们是用不同的instruction set， 但是把不同功能的处理器结合在一起，然后去用最有效率的去处理，达到最高效能、最有效率的运算。所以呢，我们公司就着眼于此，所以在异质运算的这个领域上面呢，我们针对不同功能的需求，我们有开发出产品，应用到这个整个车用的应用上。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提供给业界一个 one-stop solution。好，这是我刚才提的，就是异质的运算，它呢就是因为现在的资料量越来越大，好，然后呢 AI machine learning 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所以呢需要的性能要越好。但在性能越好的情况下，最后一个要考虑点就是它的功耗 power consumption， 你不能太大，不然太大实在是会受不了。好，那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异质运算就非常重要，怎么样去把不同的处理器集合在一起，好，然后做最佳的配置，达到最高的功能，最低的功耗。好，那这个刚才有跟各位介绍，就是说所有我们现在的 Imagination 的产品线，就是为了是说在提供这个heterogeneous 的 compute 异质运算方面提供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Imagination 它着重的 market segment 呢有4个哈，一个是车用，再来是手机，还有消费性产品，再来是 data center 还有 desktop， 还有就是 compute。那各位会发现最左边的 automotive 跟最右边的 compute， 其实慢慢它是对于车用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关联性的啊，所以我们公司的各种的产品线都能够整合的应用在上面。那对于我们公司为什么会想要开发 RISC-V CPU？ 当然只是说最主要是RISC-V 它是一个开放性的instruction set 啊，然后呢有超过2-3千个 member 在里面啊，所以对于整个创新研发的动力非常强。好，再接下来就是说，其实一个 CPU 它最主要很重视的是，在业界非常重视的就是它的 ecosystem， 整个生态系统。好，以前的 proprietary 的 solution 呢，要去建立生态系统非常非常不容易，因为它要靠第三方的软体开发者或是硬体开发者、系统开发者能够创造出这种 ecosystem， 啊，慢慢的让业界接受，这个是需要时间的。那 RISC-V 算是后发先至啊，虽然它创立的时间不长，但是呢，在这个 ecosystem 的建立方面呢，因为有太多的 vendor 呢，能够做很多的贡献，所以它的期待它的 ecosystem 的建立呢，会非常的快。其实 Imagination 呢，它很早就在还没有开发 RISC-V CPU 之前呢，就已经加入这个 RISC-V 的联盟啊。它最主要的用意就是说，提供 RISC-V 这个联盟更多的 solution， 不是在 CPU 方面，而是主要是在整个 platform 方面的 solution 啊。因为一个 platform 除了 CPU 方面，还需要 GPU，
还是要硬体加速器还有网络加速器，这些是那个 imagination 可以着力的地方。但同样的像页面中的 Andes 啦 Sci-Fi 其实也是那个imagination 的合作伙伴比如说我们跟 Andes 实际上现在合作开发一个平台，里面有 GPU 有 CPU 在一起那最主要就是说能够让有兴趣的客户他能够很简单的只利用这个平台去评估他自己的效用的需求。那我也是期待说，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跟RISC-V 的合作伙伴有更多的合作方案慢慢把我们的 NNA 加进去把我们的 EPP 加进去建构一个更完善的平台，让客户能够更快的去做一个评估使用。就像刚才讲的说 ，Imagination 对于这个 RISC-V 这个联盟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优点呢？有好多啦所以说我们产品的品质照了业界的高标准还有就是说我们的 patent 的 protection。但是其实最主要是说，我们有提供互补性的 IP 给这个 RISC-V 联盟那能够让 RISC-V 在提供给客户在platform 方面的 solution 呢，能够达到更直接、更有效。好，现在讲到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 Imagination 开发的第一个 RISC-V 的 CPU 它的最主要的特点，第一个是说，它是一个在这个效率跟 area 方面做一个平衡它在有限的 area 跟有限的 power consumption 的 budget 之下，能够创造出很高的 performance。OK， 然后呢，再来就是它第四点，它是为了要说让这个整个heterogeneous compute 的这整个 solution 呢更加完整至少是说imagination 在这个方面能够提供一个自家一个完善的 solution 的 platform。那当然，假如说客户需要更高阶的整个 CPU 的需求的话，那我们的合作伙伴他能够提供又有更高阶的可以来使用。因为毕竟我们第一个 CPU 主要是着重在中阶的性能。好，这个是比较detail 的这个整个设计图，那我就大略讲过。我们最主要是 in order DO issue 11个 stage 的 pipeline， 然后是32 bit 的 design。好，那就说相关的这个 extension 呢都有设计进去，但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像 vector extension 目前是还没有。OK， 然后我们有一些在设计方面有一些为了提高性能都所加的一些硬体的设计。再来呢，最主要是特点之一就是说它是个可配置性的，它提供可配置性、可选择性就是说像 cache 呢，它有几种 size 可以让你选或是说它可以 couple memory 的 size 也可以让你选择。那另外的选择性就是说，你可以选择要 floating point 或者不要 floating point 类似这些的特性。最主要是要提供给客户呢，能够你要是呢是很 size sensitive 你很 cost sensitive 的话，你可以选择 optimize for size， 或者说你要选择高 performance 的在配置上都可以做选择。好，我们这个 CPU target 的segment 有几个像 package management networking 还有 storage controller。当然你可以发现，在这个6个 segment 当中，其实有非常多的 segment 是属于车用的。我们提供的就是很完整的整个软体开发的系统就是我们叫做Catapult SDK， 还有对那个设计者来讲提供完整的设计还有除错的功能OK， 这个是最后一章是结论，就是说我们正式进入了 RISC-V 的 CPU 的领域那也希望说各位有兴趣，除了 RISC-V CPU 之外，还有 GPU、NNA 还有 EPP， 对于车用
整个 solution 方面都有兴趣的话，欢迎跟我们联系。好，那我就报告到这边，谢谢各位。